大雄又一次成为天才少年，这一次星探给出的签约价是1亿日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静香他们在逗小猫咪玩绳子，女生们觉得这个画面很可爱。大雄给他们表演了自己发明的翻花绳样式，名叫扫把星。不过大家并不是很感兴趣的样子。胖虎和小夫路过也嘲笑了大雄，竟然喜欢玩翻花绳这么土的游戏。回家后，大雄又兴冲冲的想表演翻花绳给妈妈看。结果又被妈妈训斥了一顿。与其搞这种没有用的发明，还不如多用功读书。哆啦 A 梦听说了他的悲惨遭遇，原本想安慰他一下的，结果大雄一言不合就掏出花绳要表演给他看。可哆啦 A 梦十分抗拒。大雄见哆啦 A 梦也不认同他的发明，非常沮丧。哆啦 A 梦安慰他，其实妈妈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啊，因为翻花绳玩得再厉害，也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大雄觉得他们都很无趣，要是世界上能根据一个人翻花绳的熟练度来判断它的价值就好了。他突然想起来，如果电话亭可以办到这件事，一通电话之后世界就变了。大雄兴冲冲地跑出去，只见胖虎就一边翻花绳，一边从大雄身边路过。空地上小夫也在给女孩子们表演翻花绳，女孩子们没有敷衍，而是纷纷拍手叫好。大雄走了过去，假装不会翻花绳，于是小夫就把绳子给他，等着他出糗。结果大家都被大雄行云流水一般的操作惊呆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大雄后面就围满了人，所有人都在夸他，这手指好灵活，速度好快啊，眼睛都快跟不上了。他是翻花绳的神童啊，好想再看一次哦。大雄的翻花绳技术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回家的路上，他情不自禁地咧开嘴傻笑着。回到家，妈妈又把他训了一顿。大雄还以为是叫他去写作业，结果妈妈是让他快点去练习翻花绳。现在的世界，要是翻不好花绳，就没办法进好大学和好公司。入学考试中最重要的科目就是翻花绳，这下大雄可太开心了。他兴冲冲的要教哆啦 A 梦翻花绳，但哆啦 A 梦却依然对翻花绳很抵触。拜托大雄，你看看哆啦 A 梦的小圆手，像是能翻花绳的样子吗？吃点心的时间到了，哆啦 A 梦却不见了踪影。打开电视，里面的节目也都是与翻花绳有关，甚至还推出了翻花绳口味的饮料。连动画片都有了翻花绳战士，他们打败怪兽的手段就是翻花绳。晚上爸爸气喘吁吁地赶回家，就是为了看世界职业翻花绳大赛。大雄，这盛世如你所愿。大雄妈忙着看翻花绳比赛，连晚饭都不做了。哆啦 A 梦下来找吃的，可已经没有了。电视上正在进行的是上一届翻花绳大赛的冠军红衣男和挑战者蓝衣男的对决。只见蓝衣男用力将绳子甩出去，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好了一个川字。大雄对他的水平不以为然，但爸妈却很欣赏，说这川字真的好漂亮，怎么看都是艺术。随后红衣男接过花绳，稍稍几下就翻出了一个富士山。大雄爸妈被这比赛深深的吸引，大雄却开始觉得这种节目很幼稚，哆啦 A 梦则一直背对着。比赛到了最后一轮，黑衣男咔咔翻出了他的必杀技大森林。红衣男陷入了苦战，他思考了片刻后上前接过花绳，很快就翻出了大银河。蓝衣男自叹不如，红衣男再次蝉联冠军，奖金竟然有30亿。大雄觉得自己越行，爸妈就觉得他没有这个天赋。这时门铃响起，来访者竟然是日本职业翻花绳星探。他听说了今天大雄在空地表演翻花绳的事迹，所以特地来登门拜访，想要签下大雄。大雄爸妈觉得这真是匪夷所思，这家伙是不是对咱家大雄有什么误会啊？但星探却非常有信心，大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大雄瞬间就翻了个获得了冠军的大银河，把爸妈都吓傻了。星探提出了1亿元的签约金，大雄爸妈再次被震惊，全然忘了哆啦 A 梦还没吃晚饭。第二天，妈妈来叫大雄起床上学，大雄说他今天要请假在家研究翻花绳。
妈妈非但没有生气，还很欣慰。今天大雄家的早餐也变得格外丰盛。听说这次的选举是花生党获胜，大雄妈觉得迟早会有花生部长这个职务的。被星探选中的大雄现在在家中的地位也上升了，连面包都比哆啦 A 梦的大了好多。大雄在去跑腿的路上有了新的人生目标，他想成为花生部长。而这个部长的作用就是将番花生推广到世界各地。这时胖虎和小夫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大雄还以为他们又要欺负他，吓得赶紧躲在哆啦 A 梦身后。结果他们是听说了大雄入选了番花生职业选手，想拜他为师。胖虎和小夫甚至为了谁先拜师打了起来，大雄又被群众围观了，这感觉让他尾巴都快翘到天上了。忽然有2个恶狠狠的青年冲着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小男孩在叫嚣，看样子是来碰瓷儿的。他们说小男孩弄坏了他的高级名牌花生，得赔钱。结果大雄拿过绳子，轻轻一捏，绳子就坏了。他指出这种绳子根本就不能用来翻花生。那几个碰瓷男孩不知道大雄的身份，但小男孩一眼认出这是被誉为天才翻花生少年的大雄。碰瓷男却不信，要跟大雄 battle 一下。大雄原本说要土地出战，但胖虎和小夫怂了，大雄只好亲自上阵。对面瞬间就摆好了架势，大雄竟然选择同时1 v 3。只见他纵身一跃，第一式是富士山，第2式是老鹰，第3式是茄子。胖子男们就这样被大雄 KO 了。围观群众一片叫好，哆啦 A 梦都无语了。大雄圆满帮小男孩解决了危机，随后又迎来了女生们的崇拜。他完全忘了自己是出来跑腿的，被女生们簇拥着去教翻花生了。他们来到空地，准备进行翻花生教学。大雄又想拉上哆啦 A 梦一起，但哆啦 A 梦依旧很抗拒，无论大雄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学。于是静香他们帮大雄摁住了哆啦 A 梦，结果哆啦 A 梦一看见绳子，就变成了像猫一样在地上打滚拦着花生。原来猫型机器人一看到绳子，体内猫的本能就会被唤醒，但一直兴奋的玩绳子会让他觉得很累。看来是早误会哆啦 A 梦了，人家不愿意玩翻花生，是有偶像包袱，而不是因为他的小元首。哆啦 A 梦想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去玩绳子，他受不了这个折磨了，一路小跑回家。但大街上到处都有绳子，这让他非常苦恼。于是他钻进了如果电话亭，让世界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大雄还在空地上给女孩子们表演翻花生，静香他们一开始还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他，但当大雄翻出花生时，女孩们却又像一开始那样一脸不感兴趣的转头就走了，只留下大雄一个人在空地高高举着他的花生。真是天道好轮回呀！好了，本期问题，你小时候玩过翻花生吗？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我们明天见。